我和闺蜜穿输了，她穿成了白月光纹里的恶毒女配，我穿成了柔弱小白花。她是男二身后小跟班，众所周知的资深妒妇，我是男主家里的病娇养妹，人前温软，人后疯癫，世人皆知。她爱着男二，我爱着男主，世人不知。我俩背地里疯狂采买和囤钱，没心没肺过了3年，在通往亿万富翁的存钱路上越走越近，临门差一脚，女主回来了。京圈商宴，我和闺蜜江野刚进宴会大厅，听到人生八卦。听说江家的江爷给傅晨舟做了10年免费保姆，还没转正，他怎么还有脸继续做舔狗？人以类聚，跟江野玩得好的那个苏家养女苏念，爬他哥苏之眼的床，被丢出去了好几次还不死心。这次宴会他们又跟着过来了，真丢我们女人的脸。身为八卦主角的我和江野相视一笑，彼此都没多言。穿书3年，我成了男主苏之眼的病娇养妹，人设是天天爬床争取生米煮成熟饭，从苏家养女变成苏家媳妇的心机病娇女。闺蜜江野成了男二傅晨舟的忠诚舔狗，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，不但洗手做羹汤，还负责暖床18式。若是舔狗姿势有排行榜，她一定稳居榜首。前不久，沉睡3年的系统突然诈尸，告诉我们女主即将回国。她一旦回国，本书将自动开启虐文模式。接下来的剧情，我会因为女主废掉双腿，而江野会死在女主的手段之下。我和江野身为21世纪新时代女性，杀得了木马，翻得了围墙，开得起汽车，买得起洋房，斗得过小三，打得过流氓，完全不能接受被虐的命运。所以我俩决定卷钱跑路。宴会休息厅里，我和江野调出手机银行，开始计算各自存款。傅晨舟这3年待我还不错，每次睡了我之后都会给我甩张几10万的支票，瞅瞅存款过亿了。存款过亿是我们开启回家通道的必要条件。不仅如此，存款也会转化为积分，储存在系统里，可以带回现实世界。江野轻声看我手机，随后眉头蹙起。你还没攒够1个亿，女主快回来了，你必须加快节奏。刚说完，门外传来一阵骚动，隐约听见一个名字温软。我们猛地站起来。温软，这本书的女主。我和江野躲在人群最后，透过缝隙明目张胆地打量着人群中间的女主温软。此时的她身上的晚礼服被红酒打湿，薄薄的面料贴着身子，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。凌乱的发丝搭配着倔强不屈中又透着凄惨的破碎感的眼神，让人一阵心疼。软软，西装革履的苏之眼和傅晨舟拂开人群，护在了温软的身边。谁泼的？马上给我滚出宴会！苏之眼眼神狠厉地扫过众人，一旁的傅晨舟则快速脱下外套披在温软身上，遮住无限风光。他们俩推开人群，准备带着温软离开。我正要往后退，却猝不及防和苏之眼的视线对上。想到系统给我安排的人设，我拿出病娇姿态，脸上带着温软甜腻的笑容。哥哥，苏之眼却把我当成空气，直接擦肩而过。我赶忙软软叫住他。哥哥，爸妈说过，你要是和温家人来往，会收回你在公司的实权。我坚守人设，故意用极具侵略性的视线在温软身上打量。苏之眼黑沉着脸，狠厉警告我：你要是敢告诉他们，别怪我冻结你的银行卡。我身形一僵，银行卡冻结，资产为0，我还怎么回家？好恶毒的威胁方式，我只能悻悻作罢，闭紧了嘴。他们走后，江野的眼神粘在傅晨舟身上，一直没收回。念念，我得跟在傅晨舟身边继续做舔狗，你钱还不够，记得赶紧想办法。等江野走后，我也让司机开车送我回家。车上我闲来无事，打开手机相册，相册里是3年来我和江野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穿书前，我和她是孤儿院里一起长大的好姐妹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一直联系不到她，可被雷劈的穿书后，我却在这个世界见到了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那天，我跟着苏之眼去参加她兄弟傅晨舟的生日宴会，见到了被圈中贵女吐槽的舔狗江野。她和我闺蜜不仅名字一样，还长了张一模一样的脸。天下有这样巧合的事吗？趁着苏之眼和傅晨舟应酬，我悄悄走到她身边，端着酒杯对暗号1、2、3、4、5，下一句。江野看着我，暗戳戳跟我碰了杯。上山打老虎。他接上了。那一天，如果不是场合不对，我俩一定会抱头痛哭。我和他互相吐槽，各自说自己穿书后被系统安排的人设。在听说他被傅晨舟虐得体无完肤后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攒钱离开，不管能不能回原来的世界。等原文女主温软回来，我们就跑路，去过好闺蜜的逍遥生活。收拢思绪，司机已经送我回别墅。我打开门，偌大的客厅一派清冷。苏之眼还没有回来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。3年时间的朝夕相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原主影响，我发现自己对他总有压抑不住的情绪浮动。但我知道，对我而言，这只是一场任务，千万不能动真心。回房后，我站在衣帽间的首饰柜和存包柜前，细细算着卖掉它们能凑多少钱。10个手指头掰了又掰，我自言自语：9000万还是不够。我琢磨着自己还能从哪里弄到钱。书弟想到了苏之眼书房里的保险柜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眼。家里人的钱怎么能算偷呢？苏之眼的所有密码都是温软的生日。第一次开保险柜，我随手输入一串数字，就啪嗒打开了门。可惜保险柜里没有想象中的黄金璀璨，现金叠堆，空空荡荡的柜子里只有一本相册。随手翻开，竟然是温软从小到大的照片。我忍不住吐槽：一本相册而已，至于锁这么严是吗？
突然，一道冷冽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身形一顿，苏之眼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吧？我转过身，挤出一丝笑。哥哥，我在帮你的保险柜擦灰。呵，苏之眼冷笑一声，夺走了我手中的相册。缺钱就直说，别干这种小偷小摸的事。我笑得两眼发光。还是哥哥懂我，你给我1000万的零用钱好不好？只差1000万，我就能凑够1个亿了。苏之眼皱着眉头打量我几眼，我尽量让自己笑得一脸真诚。哥哥只要给钱，我一定装作没看到这相册。苏之眼将相册锁进保险柜里，再走到书桌前，撕下一张支票，刷刷几笔扔给了我。钱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双手接过支票，差点就要心花怒放。苏之眼还没开口，我便听见楼下传来陌生女人的声音。之眼，我走出去一看，发现温软正拖着行李箱站在客厅里，一时间我声音冷了下来。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3年前，苏之眼搬出苏家老宅后，我便跟他一起搬进了这栋别墅。当初说好不会再让别人住进来，现在却让女主破例了。苏之眼淡淡看我一眼，爸妈若知道软软住进来了，你就从这栋别墅消失。说完，他就下了楼梯朝温软走去，再帮他提行李，亲自安排离他主卧最近的房间。看着苏之眼温柔轻笑的样子，我鼻头不由得一阵发涩。在一起生活的3年，我从没见过他脸上有如此真实的笑意。原来他不是不爱笑，只不过能让他露出笑容的人不是我而已。我落寞地回了自己房间，刚关上门，我就深吸一口气，郁气瞬间一扫而空。我跳到床上，打开手机银行看看余额，又弹了弹手中的支票。苏之眼，你和女主怎么相亲相爱都没关系，我已经凑够了钱，这是我离开你的底气。晚餐时间，我下楼去了餐厅，虽然马上要离开了，但我还需站好病娇人设的最后一班岗。为了迎接温软，苏之眼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。软软，这是下午空运过来的新鲜海鱼，你尝尝。苏之眼给他夹菜，眼底的温柔都快溢出水来。温软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我，随即对他说道：之眼，你别光顾着我，你给念念也夹点。苏之眼动动一顿，声音微冷。他不爱吃这些。我低垂着眼，浓密的睫毛遮住我眼底的光。对，我不爱吃，你心上人爱吃，让他多吃点。我从原主的记忆搜刮到，温软海鲜过敏，这么大的事，苏之眼竟然不知道。今天这顿海鲜大餐，他应该会终生难忘。我随意吃了几口，便放下了筷子。我吃饱了。说完，我起身上楼回房。楼梯口，我清晰听见温软的声音：之眼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念念？她是个女孩子，会生气的。有什么好生气？苏家少他吃穿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将他们的声音抛在身后，胸腔里的心脏跳动中带着钝痛。我知道这是原主残存的感觉，毕竟他是真的深爱着那个男人。苏念，世上男人多的是，苏之眼不配得到你纯粹而热烈的爱。我揉了揉心口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劝告原主。半夜时分，我听见外面响起嘈杂的说话声和的脚步声。软软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。紧接着是汽车疾驰离开的声音，我没在意，而是翻了个身继续睡得香甜。我做了个美梦，梦见我和江野带着巨款回到现实世界，我们买了车买了房，还给孤儿院重建了房子，给弟弟妹妹们买了新衣服和新玩具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们没有爸爸妈妈，但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姐姐。姐姐万岁！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在胸口蔓延，一片火热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床下楼时，苏之眼和温软还没有回来，我直接去了傅晨舟的家里找江野。一进屋就看到他正坐在客厅里哭，一双眼又红又肿。阿野，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我正担忧，他却挤眉弄眼的用眼神示意墙上的监控，原来他在演他的舔狗人设。我低咳一声，顺应剧情的关心询问：是不是昨天晚上傅晨舟欺负你啦？江野闻言话未出，泪先落。他听说温软进了医院，凌晨就赶过去了。他怎么能丢下我？明明之前答应陪我一起过生日。念念，今天是我生日啊，他答应过会陪我的。说着，江野肩膀一颤一颤，又哭了起来。我心疼地抱住他，扶着他回房间休息，本想再安抚几句，可他却一把关了房门，就胡乱在脸上抹了2把，嫌弃道：这舔狗人设真不讨喜，天天哭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我扑哧一笑，有些庆幸自己的病娇人设还不错，起码不用这么憋屈。江野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又用冷毛巾敷着眼睛，这才问我：温软怎么突然进医院了？我将昨天晚上的海鲜盛宴告诉他。昨天苏之眼为了迎接他，给他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结果海鲜过敏进医院了。江野惊讶不已啊，苏之眼那么喜欢温软，竟然不知道他海鲜过敏。他说完又猛地放下眼睛上的冷毛巾，有些不解。不过温软明知道自己海鲜过敏，为什么要吃呢？我摇了摇头，一头雾水。江野在脑海里联络了一番系统，随即正襟危坐。念念，系统说书里的剧情已经加快了，女主刚出现1天，我们俩就都被虐了，估计过不了几天，我就会因为女主而死，你也会被折腾到缺胳膊断腿。我无比认同的点头，现在情况属实危急，伤害我的感情可以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绝对不行。想到正事，我连忙将手机银行的余额截图给他看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攒够钱了。太好了！江野激动到猛坐起来，那我们2人都可以顺利回家了。
他顿了一下，表情又严肃了几分。攒够1个亿，系统已经开启了离开通道，但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真正生死，才能回家。我们2个谁先死？先死的可以先回家，后死的要替对方收尸，还要收拾烂摊子。我俩对视一眼，江野抢先一步回答：我被虐得惨，我先死。不行，抛硬币，这鬼地方，我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行，抛硬币就抛硬币。江野马上找出来1枚硬币，定好规则，硬币叮一声脆响，随后落下，数字朝上。他赢了，我恨得牙痒痒。行，你先死，我收尸。和江野分开后，他在家做死亡准备，我也回去收拾东西。家里，苏之眼正坐在客厅，手里翻着一本翻旧的日记本。那个日记本是原主对温软详细到令人发指的细节调查。看到我回来，苏之眼他递合上日记本，甩到我身上。苏念，你明知道软软对海鲜过敏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在心底翻了个白眼，一刻也不想扮演爱而不得的病娇人设，弯腰捡起地上的日记本，我拿起打火机点燃，火焰映在眸底，像跳动的音符。你喜欢温软姐姐这么多年，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。我轻笑一声，哥哥的爱还真是浅薄。苏念，苏之眼生气了，连带声调都高了不少。我无视他吃人的眼神，不紧不慢地将要烧到手指的日记本丢到地上，又看着他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变成灰烬，在逐渐熄灭。日记本烧完了，我只想问哥哥一句。我收回所有假笑，一脸平静地对视上他的眼睛。这些年，你真的从没喜欢过我吗？苏念，苏之眼脸色沉得可怕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苏家给你的，惹怒我对你没好处，再用这种话恶心我，我就让你做回一无所有的孤女。说完，他怒气匆匆地走了，独留我一个人站在偌大的客厅。孤女吗？是啊，原主是孤女，和我一样。不一样的是，她有幸被苏家收养，可不幸的是，她爱上了苏之眼，从此误了终生。少女被毫无血缘关系的哥哥保护着长大，玩遍了所有女生都想玩的旋转木马和游乐场，甚至还能十指不扣的在海边看日落。若不是被苏之眼教养成了玫瑰长大，原主又怎么可能会爱上她？明明是她让她动了心，可在她眼里却是变态恶心的存在。最爱的人伤她最深。苏之眼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辜负了怎样的一份感情。但我不是她，我不稀罕留在你身边。接连2天没联系江野，我有些好奇他打算用怎样的方式做自我了结。周末晚上，我正要给他打电话，他却主动打了过来。念念，江野的声音有些大舌头，电话里除了滋啦的电流声，还有呼啸的风声。你喝酒啦？我皱眉问。喝了。他打了个酒嗝，声音断断续续从电话那头传过来。喝酒壮胆，干正事。我一听，立马从床上弹坐起来。不是还没到时间吗？离我们约定的死亡计划明明还有1个星期，7天后他先死，等我处理完后事，紧跟着他离开。我等不到计划那天了。江野的声音混着风声，有些听不清。我想趁着今天天时地利人和，死了算了。念念，我本来想见傅晨舟最后一面，好歹一起生活了3年，在床上也磨合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多少有些舍不得他。可是他不接我的电话，一直陪在温软身边。3年啊，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。可他还是好讨厌我。傅晨舟那个混蛋，为什么一通电话的时间都不愿意给我？今天是温软的生日，那我就让这一天变成江野的忌日，让傅晨舟终生难忘。江野说了好多，东拉西扯，语无伦次，但我听懂了。他想在今天晚上离开，他想见傅晨舟最后一面，甚至只想在死前听听他的声音。可是我不愿意，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他的死亡，他不可以这样突然袭击。我抓着手机从床上翻身起来，疯了般往门外跑。阿姨，你在哪里？我陪你一起，你等等我好不好？念念，江野不接我的话，自顾自地说着，跳楼死会很丑，你一定得让殡仪师给我化个漂亮的妆，还要换上罗塔家今年的新款裙子。我不要衣冠冢，也不要睡在冰冷的陵园，你把我的骨灰撒在黄河吧，我想流入大海，让傅晨舟这辈子都找不到我。江野说的话我都明白，他埋在心底的遗憾和痛我也清楚，我浑身发抖，但还是拼命维持着冷静哄他。全都答应你，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好不好？我想来陪你。不好，我不想让你害怕。对面没了声音，只剩下呼啸的风声和耳鸣的电流声。明明电流声很轻，我却觉得被他电到胆颤心慌。我很慌，慌到腿软，但还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找他。念念，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。这是江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砰！帝豪华庭公寓前，我见到了江野，他从24楼一跃而落，头朝下碎了一地。江野死在了我的脚边，像折翼的鸟，由天空坠入大地，满目所映皆是鲜红。我无措地跪在他尸体旁，泣不成声。你不是最爱美吗？怎么能忍受这种死法？
虽然我清楚知道我们会在21世纪的世界再次重逢见面，我不想哭，也不想难过，可我高估了自己，也低估了他在我生命里的意义。川叔这3年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，也是彼此相互救赎的力量。我被警察扶起来，带到了警车上。去医院太平间的路上，我用江野的手机不停地给傅晨舟打电话，从无人接通到响起冰冷的女声：“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江野说过，今天是温婉的生日，傅晨舟会一直陪在那个女人身边，没有人能在这天从女主身边抢走她。我擦掉眼角的泪，放下手机，跟着警察一路去了太平间。你是死者什么人？警察问我。好朋友。那你联系他的家人吧，让人来认领尸体。我摇头。他已经没有家人了，这个世界他只有我。身在国外的江家爸妈对他不闻不问，早已断了联系，而傅晨舟只把他当可有可无的床伴。江野的手机通话有自动录音功能，我把最后的通话记录点开，播放给警察听。他说了，让我负责他的身后事，死者留了遗言。警察便领着我走流程，销户领尸体，殡仪馆。等江野入殓后，我在灵床前陪了他1天1夜。他穿着罗塔家新出的裙子，画着最漂亮的妆容，安安静静地躺在那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明明还是那副明艳动人的模样，身体却变得冰凉。我亲手把他送进火化炉，透过缝隙盯着火焰，看着炉子里的大火将它燃尽。当白瓷兰花的骨灰盒到了手中，我的眼泪无法抑制地淌流。江野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轻了？我将江野的骨灰撒入黄河，水花汹涌，吞噬了一切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在这个世界彻底没了痕迹。等等我很快就来找你了。我对着空了的骨灰盒喃喃自语，包里的手机震动了几下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傅晨舟给江野发的消息。今天晚上来我家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在他眼里，江野永远是个随叫随到的泄火工具。他可以失联，但是江野必须1天24小时为他待机。可是凭什么？就因为江野爱他，所以他就注定是卑微的一方吗？我没回消息，将江野的手机关机，是傅晨舟自己错过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，那便一辈子都错过吧。我在黄河边又陪了江野整整1天，在天黑时才打车回了家。半山别墅客厅里，苏之眼和温软都在。我已经几天没有好好休息，眼眶布满红血丝，头发凌乱得像个鸡窝。温软看到我，一把拉住我的手。念念，这几天你去哪里了？我和你哥都在找你。我板着脸甩开他的手，想直接上楼回房，可苏之眼却一把拦住我。温软只是担心你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教养了？我没有看他，也不想说话。此时此刻，他们每一个人我都不想搭理，我直接绕过他们，回了房间。房间里的东西早在之前就被我扔的扔，收的收，整理的差不多了。此时显得空荡荡，空了好啊，空了就不会留下任何念想了。苏之眼大抵是看出了我的异常，跟了进来。苏念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天去哪里了？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？我不想做无谓的解释，也不愿意再把自己的伤疤揭开让他看。出去旅了个游。我随意找了个说辞。苏之眼眉头一皱，又和你那个闺蜜江野一起出去鬼混的，以后不要跟她来往了，搞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听到他提及江野，我压抑的情绪喷涌而出。住嘴！苏之眼噎了一下，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我如此冷硬的语气，不由得多打量了我几眼。这几天你不在家，爸妈都很担心你，夜不归宿对你名声也不好。那你呢？你担心我吗？我下意识问他。苏之眼神色一顿，薄唇轻启。只要你一天姓苏，苏家人都会担心你，我是你哥，自然也会担心。想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原主的情绪一瞬间蔓延了我的胸腔。我再一次试探问他，如果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苏家，离开你，你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我。他皱着眉打断了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见我一直不说话，苏之眼一把拽住我的手，想要追问。楼下突然传来温软的惊呼，还有瓷器摔碎的声响。苏之眼瞬间变了脸，松开我，转身就走。软软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，我心底涌起一股悲凉，好像对那夜江野醉酒后的哭诉有了些许感同身受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苏之眼和傅晨舟的眼底都只会有温软，只要温软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们两个都跟丢了魂似的。我感到疲惫，身体很累，心也很累。系统让我维持书中的病娇人设。这3年我体验尽了人情冷暖，咸酸苦辣，却没有一点甜。给闺蜜处理了后事，我也该走了。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抵在了左心口，只是比划了好几下，我还是放了下来。苏之眼那么讨厌我，如果我死在他家里，他大抵会觉得晦气吧。以前他总是说我不配姓苏，总说爸妈不该收养我，因为我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孩子，是晦气的东西。可是被抛弃不是我的错，我也不想姓苏，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，选择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也没有人能阻止一场遗弃子女的戏码。我从来都没有选择的权利，甚至川叔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我的本意。脸上一片湿漉，我抬手抹过，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。我叹了口气，倒在床上辗转难眠。以前江野还在的时候，都是他和系统联络，这一次我在睡梦里听见系统的召唤了。苏念，你已经存够1亿，离开通道也已经为你开启，明日将是离开前的最后期限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在神识里重重点头，准备好啦，我想回家了。
后半夜，我睡得格外安稳。清早醒来，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滂沱大雨。苏之眼和温软不见人影，我也没太在意。我将房间里剩余的东西全都打包好，连同床单、被套、枕头一起提下楼，顶着暴雨丢了出去。大雨冲刷着垃圾桶，也冲走了我对苏之眼的感情。从今往后，这栋别墅里再也不会有我生活过的任何痕迹。丢完东西，我打车来到海边，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散着海水的潮气味道，有点咸涩。我从包里拿出江野的手机，这些天第一次开机，一打开就看见上面有很多傅晨舟的未接电话和未读消息。江野，你怎么还没有过来？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来潜水别墅。一条又一条的信息，全都是质问和谴责，还有无休止的命令。我面色平静地看完，将江野跳楼自杀前和我的最后一次通话录音发给了傅晨舟。等到发送成功，我将手机扔进了大海。也不知道那个男人听到这段录音后是什么反应，可惜江野看不到了，我也等不到了，但也无所谓，本来就是场游戏，何必走心？海风低冷，吹得我浑身冰冷。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编辑了一条遗言发了朋友圈。我把自己葬于大海，抛于青山，不入苏家族谱，不进苏家灵堂，苏念绝笔。发完后，我给苏之言打了电话。人到最后一刻，总有些执念，想要和羁绊最深的人告个别。只是和江野一样，无论我打多少个电话，都是无人接通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咽回心底那不易察觉的失落。随后将手机打开录像，镜头面向自己，屏幕里的我被海风吹得碎发飘扬，但苍白的脸透着几分视死如归。苏之言，从我3岁时被苏家收养回来，到现在已经18年了。小时候你总说会保护我，会做一柄帮我遮风挡雨的大伞。高一那年有男生给我写情书，你带人到学校堵他，说谁也不可以窥探你妹妹。你带我坐旋转木马，带我去迪士尼，带我看满城烟花。我青春期所有的少女怀春都被你用行动填满。说着说着，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变得哽咽。苏之言，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，给了我所有女孩子想要的浪漫，却在得知我喜欢你后，对我的态度一落千丈。你讨厌我，嫌弃我，甚至把我的喜欢当成耻辱，一次又一次任由外面的人羞辱我，让我出尽洋相。你总说我对你的喜欢肮脏又龌龊，可其实我的爱坦荡又磊落。海风呼啸，潮水一波又一波朝我袭来，手机隐隐发烫，闪烁的红点提醒着我还在录制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也在这一刻下定了决心。苏之言，过去我无法选择，但现在我选择主动离开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苏念。苏之言，你解脱了。我按了结束键，随后将这2分38秒的视频发给了苏之眼。发送成功，我释然一笑，随后就将手机随手丢在了沙滩上。伴着咸涩的海风，我一步步朝大海深处走去。一个浪潮袭来，没过我的头顶，直到再无声息。这时，沙滩上的手机剧烈震动起来，一阵浪潮席卷而上，打湿了手机，卷着手机带入了海水之中。海鸥飞过，浪花带着白沫，再也没有任何回响。另一边，苏之眼看过视频后，一遍又一遍拨打了苏念的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。清丽冰冷的女声，每一个声调都砸在他心上。他握着手机的指关节逐渐发白。苏念现在还玩这种自杀的把戏，可笑至极。他拨通特助的电话，几乎咬牙切齿。派人去海边把苏念给我带回来。狠狠的话似乎能压抵住内心深处的惶恐。他起身想要出门去，但脚不虚浮，腿发软。总裁，我们去哪里？司机扶他上车，看着他惨白的脸色，有些担心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医院？苏之眼黢黑的眸子沉得可怕，如一潭死水。回家。这出戏演完了，他也该回家了。他那么贪生怕死的一个人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他只要在家好好等着他回来就好了。他一定是骗自己的，一定是。家里，温软正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兀地看见苏之眼回家，一脸惊讶。之眼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温软上前，正想替他脱掉外套，猛地被他捏紧手腕。他声音嘶哑，压抑着怒火。苏念呢？温软吃痛，眼底运起水雾。之眼，你弄痛我了。苏之眼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收回手。抱歉。他一句多余的解释都说不出口，步伐匆剧的上楼。此时苏念的房间里干干净净，空空荡荡，自己给他买的东西都不见了。管家，苏念卧室里的东西呢？管家很久没有看到如此动怒的苏之眼了，看着他眉宇间压抑的怒火，垂眉回答：小姐说她不喜欢了，就都丢出去了。什么时候丢的？这几天都在丢，今天早上丢完最后一波。听完管家的话，苏之眼像是被人抽掉脊椎骨，整个人都软靠在墙上，心里安慰自己的话再也说不出来，不安进一步扩大，如黑暗溶洞将他一点点吞噬。苏之眼连忙又给特助打去了电话。找到人没有？还没有。
电话里还夹杂着海风的呼啸声，那风声似乎吹得他心口都渗出了刺骨凉意。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？苏念发给他的视频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她只是出去和她的闺蜜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闺蜜，她不是最喜欢和江野一起玩吗？她一定和江野在一起。苏之言猛地站直身体，掏出手机，翻到傅晨舟的电话。傅晨舟，江野在哪儿？他是不是和苏念在一起？傅晨舟握着手机的手轻颤，闻言，他的眸底闪过一丝水痕。江野在哪？他也不知道。他此时坐在公安局接待室里，面前摆着江野的死亡记录。他就死在温软生日那天，死在他给自己拨打无数个电话却故意不接的晚上。傅晨舟收到那个录音的时候，觉得只是他博取关注的手段。可是无论他打多少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有接。慌了的他才来到公安局找人，可自己要找的人已经销户。知道江野真的死了，傅晨舟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只是觉得那段录音像死神的镰刀，每一个字都能锋利的在他心口划出一道血痕。他死了这3个字仿佛用了他浑身的力气，他就坐在那，却不知不觉泪流满脸。电话那头的苏之言恍如被雷劈了，死字像噩梦般萦绕在他耳边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自己怎么不知道？苏之眼脑海中突然闪过苏念昨天回家时的狼狈模样，他没有说去了哪里，而是问了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苏家，离开你，你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我。他是有预谋的，对不对？江野死了，所以他也就不想活了，凭什么？江野在你心里的位置就这么重要吗？重要到抛弃整个苏家也要和他同生共死？苏之眼这头刚挂断电话，特助就打了进来。总裁，小姐的行踪找到了。苏之眼来到海边，无垠的海面上没有丝毫苏念存在过的痕迹，但是监控却清楚显示他坐在这里和他打着电话，最后电话无人接通，他颓败地点开视频开始录制，最后他消失在海洋里。此时的海面上密密麻麻布罗着搜救打捞尸体的船只，他想见他最后一面，哪怕只有尸体也要见他最后一面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遗愿使然。他说死后葬于大海，抛于青山，不入苏家族谱，不进苏家灵堂，所以他深入大海，魂归青山，即使死了也绝不让他找到。苏之眼坐在他生前坐过的地方，纹丝不动地望着大海，他像个木头人没了声息，可心尖处传来的钝痛又提醒着他，他依然活着。苏念，这就是你对我的喜欢，轻而易举就抛向我，一言不合就跳海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？海面无垠，浪声汹涌，苏之眼将头埋在膝盖里，泪无声息，脑海里都是曾经的过往。苏念6岁那年，他说：哥哥，这是今天老师颁给我的小红花，我送给你好不好？你比念念更厉害。8岁那年，带着婴儿肥的小手摊开，里面是已经被他握化了的糖果。看，我给你带了糖，我特意从学校留下来给你的，化了呜呜呜，它坏了。没事，带你去重新买新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吃。好耶，哥哥最好了，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。可是你口中全世界对你最好的人，到头来伤你最深。10岁那年，他说：哥哥，一起玩过家家。可以，你当我妻子。不要，我要当公主。如果你当我妻子的话，长大以后我就娶你。当妻子能和你永远在一起吗？当然能。那我要当妻子，等哥哥以后娶我。苏之言哽咽着抬头望向海面的眼神里透着无助。长大后的这些年里，苏念从没遮掩过对自己的喜欢，可他又是怎么做的？他喜欢上了其他人，追逐着所谓的光，将他一个人丢在回忆的牢笼。他无数次说过，他对自己的喜欢是恶心的存在，如果不是爸妈，他早就将他送出国，一辈子不再和他见面。现在真的一辈子再也不能和他见面了。你的心真狠，连尸体都不留给我。他知道他是怨自己的。苏之眼不知道在海边坐了多久，等他回过神来，已经被特助送回了家。温婉正等在客厅，见到他，一脸急切地上前。之眼，念念找到了吗？苏之眼抬眸盯着他片刻，脑中闪过苏念对他的不喜。明明他最讨厌温软了，自己却还是自私地将他接到属于他们2人的家里。他甚至不敢想那一刻他有多伤心，可自己还在怪他调查温软，却没有告诉自己他海鲜过敏。苏之眼眼底闪过浓郁的后悔，念念不喜欢的东西，他不应该留在他的家里。他对他出声：今天早点睡吧，明天你就从我家搬出去。冷淡无情的样子，温软第一次在他身上看见，他有瞬间出神。搬出去？明天？为什么？之眼，你是让我明天就搬走？苏之眼看向他的眸没什么情绪，只淡淡点头。你借住这么多天，该走了。念念已经不开心了，我不能让他更不开心。最后一句话极轻极淡，好似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够听见。苏之眼没什么表情，自顾自上楼去了苏念的房间。此时他静下来仔细看后，才发现他的房间真的好空荡。他的洗漱用品、最喜欢的护肤品、满柜子的裙子、满书架的书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连曾经2人拍下的无数相片都消失在相册和相框里。偌大的房间像是临时住人的酒店，空荡简单。他倒在他的床上，被单上有淡淡的香味，却不是属于他的味道。床单被罩已经在早上就换过了。你怎么能这么狠？怎么连我思念的权利都剥夺？他真的好狠，彻底的离开，彻底的脱离他的生活，连个思念的东西都不给他留下。苏之眼的泪湿了床单，迷迷糊糊中睡着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见到了苏念。
念念，是苏念，又好像不是苏念。梦里的苏念和小时候的记忆如出一辙，乖巧地跟在他身后叫哥哥。他压抑着自己汹涌的爱意，看着他追求温软，和温软交往。我不喜欢你和温软在一起。不和他在一起，难道和你在一起吗？苏念，你恶心不恶心？梦里的他流着泪看着我，我毫不心疼。他没有和江野成为好朋友，孤单一人，在面对温软的不断挑衅，逐渐崩溃。我爱不起你了。这是他出车祸后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废了双腿后，他彻底沉默寡言。他哭着说是温软策划的车祸，可自己根本不信。画面一转，他看见了温软和肇事者联系的画面。可此时一切为时已晚，自己已经和温软幸福在一起度过一生，而他被独自送往国外看病，连什么时候去世的他都不知道。而江野和苏念一样，也因为温软死在了无人知晓的郊外。这个梦的背景是一本书，许是书里的苏念和江野太过可怜，天道从别的世界筛选了2个同名同姓、长相相似的姑娘过来。你们代替他们好好生活吧。不行，这个结局太惨了。他们的反对无效，他们进来了，努力维持着原来的一切。他们生活得好好的，因为温软的回国，2人害怕断腿惨死，就先一步以自己的意愿死亡，回家去了。苏之眼从梦里惊醒，一睁眼，天已经大亮，梦里的画面还盘桓在脑海，真实的像是自己经历过的一般。他坐在床上恍惚许久，好半天才去浴室清醒头脑。一定是太思念念念才做的梦。苏之言努力说服自己，一切都只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并不是念念上辈子的真实经历。可这份自我催眠，在傅晨舟的电话打来之后化为灰烬。我们见一面吧。傅晨舟在电话里直接定了地点，咖啡厅里。苏之眼和傅晨舟见到对方都是一愣，2人眼下同款青黑，血丝遍布，胡须拉碴，和平日里一丝不苟的总裁形象相差极大。你苏念找到了吗？傅晨舟这2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点不知道苏念的消息，只以为他和苏之眼闹脾气消失了。苏之眼眸底溢出一缕悲伤，沉默许久，才淡淡开口：他也死了。傅晨舟眼底闪过一抹诧异，转瞬又觉得这样才对。节哀的话他说不出来，失去江野后，他才终看明白自己的心。我昨天做了个梦，梦到了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书。傅晨舟说道。苏之眼诧异一瞬，示意他继续说。我还梦见了江野，梦见他一直追在我身后，可我眼里只有温软。后来，他死了，死在一场绑架，死在人烟稀少的郊外，是温软让人绑架的他。他死前遭受诸多折磨，上天看不下去了，世界重回，江野被另一个世界的人代替。梦里说，我们在一本书里，我对温软的爱是天意，却不是我的本意。江野对我的感情也是天注定，不是他的本意。他没有思考的能力，只能遵行。可后来的江野被代替了，他能够思考。他害怕原剧情惨死的结局，他跑了，回到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去了。傅晨舟断断续续说了很多，深奥奇异，像痴心妄想，但苏之眼能听懂，因为他也做了同一个梦。或许他们做的这个梦本就不是梦，而是真相。你会觉得我疯了吗？傅晨舟问他，这个梦他和管家说过，可他们只以为他是因为江野的去世受到了刺激，根本不信。我相信你。苏之眼说。傅晨舟一脸惊讶地抬头看他，许是从他眼底读出疑惑。他解释，我做了和你同样的梦，只是梦里的主角变成了念念而已。同样的。傅晨舟喃喃自语，是该同样啊。念念也死了，和江野一样，即使在梦里都没能善终。苏之眼。傅晨舟忽然抬起头，一双眼闪着明亮的光。你知道吗？梦里的天道说过我可以去找他，我想去找他，真的很想。我对江野的态度从来都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恶劣。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喜欢上他，可是他走后，我才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。不只是想念，我还欠他一句道歉，一句诚恳的道歉。我会去找他，你呢？傅晨舟的话又像是苏之眼的心里话。是啊，他对念念的态度又什么时候好过呢？他欠苏念的又何止一句道歉？傅晨舟说的去找他，苏之眼知道昨夜的梦里的有过这样的对话。我可以给你机会去找苏念，向他赎罪。你会和他过来时一样绑定系统。如果3年内你能完全攻略他，那你就可以彻底留在他身边。如果失败，将会消除所有记忆，陷入系统困境，再也无法出来。这是一场赌局，可苏之眼想要再见他一面，见一面，哪怕是一眼。走吧，去找他们。另一个世界，我从窒息而亡的巨大痛苦中醒来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死亡太痛了，再也不想经历一次。回过神，我赶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找到正在充电的手机。2024年9月30号，距离我穿进书里过了2天，手机屏幕上全是老板和同事的未接电话。我顿了下，掠过他们，找到江野的电话，拨了出去。嘟嘟嘟，每一声像是融在入我的心跳，胆战心惊。念念，是我。这一声是我，明明只间隔短短几天，可我却觉得像是过了1个世纪般漫长。你没事吧？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在亲眼目睹过他的尸体之后，我总会有错觉再也见不到他。我没事，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，我们老地方见。
好，挂了他的电话，我还正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。书中世界3年的旅行，在现实世界只有2天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只听别人说的话，一定会觉得是在扯淡。收拾好心情，我简单打理了一下自己，然后带着银行卡出了门。看到银行卡里多出来的无数个零，我的心砰砰乱跳。系统说的都是真的，完全没有骗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闺蜜也是亿万富翁了。翌日下午，我化了个淡妆，到江野说的老地方等他。老地方其实就是一家临江的大排档，只有下午3点以后才会开。以前没钱的时候，我和江野老喜欢坐在这里吃点串，点2瓶啤酒，胡天海地的聊和做梦，梦想自己有一天成为有钱人。那时我们说，如果某一天变有钱了，一定要重新修缮一遍孤儿院，让大家居住的环境更好。孤儿院表面上看不缺钱，每年都会有个样的有钱人捐款，可实际上十分缺钱。有钱人捐的不多，很多都只是为了博一个好名声。可日常孩子们的花销，孤儿院的运行，到了读书年级，院长还送大家去学校。孤儿院缺钱的很，所以我和江野才会拼了命的赚钱。念，我循着声音一抬头，就看见了朝我跑来的江野，牛仔裤、白衬衣、高马尾，头发在身后一甩一甩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了生命力，我起身，张开手臂紧紧抱住他，感受到怀里的温度。那刻，我的泪又涌了出来，我嚎啕大哭，惊呆了路人也全然不顾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呜，你怎么那么狠心抛下我一个人就走了？我差点真的以为你死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难过？你个坏蛋，你骗我！约定好的时间，你怎么能不按照计划？我逮着他就是一通骂。江野拍着我的后背，低声安慰：好啦，我错了好不好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不怕人看你笑话啊？以后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我哭了好久，仿佛是想这几天的难过和委屈都一次性发泄完。我好不容易停下来，抽噎着耸着肩膀，他一边拍着我的后背，一边给我递纸巾。你们俩娃好久没过来吃饭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刚才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你一来他就哭了？老板娘笑着走过来，打趣的看着我，我泣不成声，说不出话。江野好笑的拍了我一笑，跟老板娘解释：没事，他太久没见我。老板娘笑着，眼底是浓郁的羡慕。你们俩娃就是感情好，人这一辈子能有这个好的朋友不容易。说着他又转身道：今天出摊时间比较晚，要吃饭的话还得等1个多小时。不急，我们俩晚上再吃，好久没吃，正想着呢。行，晚上过来，我给你们免单。现在没事，你们就坐着玩会儿。等老板娘走了，江野重新抱住我哄我：好啦，不哭了哦，再哭要被笑话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眼神控诉，都是他惹的祸。等我停止抽噎，我和他起身沿着江边漫步。这时的江边人比往常多，江野说是因为放假的缘故。我们在一处安静的角落找了个凳子坐下，一同望着平静无波的江面，耳边时不时传来路人的说话、孩子的吵闹声以及宠物的叫声。我跟他讲了他走后我是如何处理他的消息和把录音发给傅晨舟的事。他笑了笑：没关系，这种事都不用说了，已经成过去式了，也再也遇见不了他们，没必要再提起。他说的对，书中的世界已经没必要再提起。我跟着他笑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我想给院长拿一部分钱，让他修缮孤儿院。江野沉默片刻，开口：这件事不急，如果要修缮的话，最好匿名捐款。虽然咱们的钱通过系统修改，都是通过正规渠道得来的，但还是不好跟周围人解释为什么突然这么有钱。我知道他说的对，我做事情从来没有他考虑的那么全面。我听他的话，这一天我们没有说很多话，但是待在一起却彼此舒坦。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，不用太多话语去装饰，只要在一起就心情安定。晚上我们吃完饭正准备各回个家，本以为消失的系统又蹦了出来。警告！小说世界男主男二即将带着攻略系统进入常规世界，攻略目标苏念、江野，请做好准备。我和江野同时身形一僵，正在原地对视一眼后，分别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疑惑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男主男二会来这个世界？我问系统，权限不够，无从得知。既然你权限不够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们2个来到这个世界了？江野质疑，系统无语。攻略系统与我同出一地，互相知道动向不难。那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问他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做好你们自己就可以。攻略者出现时，系统会自动触发提醒。系统说完后又遁走了，怎么叫都不出来。这天晚上我回家后反复思考，却不懂他们为什么会带着攻略自己的任务而来。想着想着，我又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已经是日上三竿。今天和江野约定好一起回孤儿院看大家，我收拾好就带着昨天晚上买好的东西，打了个车朝孤儿院去。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先我几分钟到达，可他拎着东西站在院门口不进去。怎么啦？怎么不进去？
我付了钱，拎着东西下车，走到他身边探头，一眼就看见停在院里的2辆顶级豪车，还有站在孩子们中间陪他们玩的2个年轻俊朗气质出尘的男人。明明那张脸从没见过，但我和江野就是有种直觉，他们是穿越而来的男主和男二，说不清为什么这么肯定，许是相同的气场，又或许是因为系统昨天晚上的警告。我和江野这些年在孤儿院没少见过气质出尘的有钱人，但苏之眼和傅晨舟是不同的，作为世界的主角，他们的气场让人见而难忘。是他们吗？我小声问他。不知道，自然点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院里的孩子们有人注意到我们，惊喜的大叫着朝我们跑来。念念姐姐，阿野姐姐，你们好久没有回来看我们了。念念姐姐，阿野姐姐，我们帮你们拿东西。跑在最前面说要帮忙拿东西的是这群孩子里年纪稍长的小姑娘，平时帮着院长管理着家里的孩子们，东西很多也很重，好几个孩子才能提起一袋。小梅，这些东西帮姐姐们先放到院长办公室，等晚点让院长分给大家。好的，念念姐姐。孩子们一走，院子就显得空荡起来。我和江野站在门口，和院子里的2个男人对视一眼。我正想着怎么处理这种情况，他便礼貌上前向2位招呼。2位是第一次来同心孤儿院。院子里的男人，一个看着他，一个看着我，灼热的视线让我十分肯定他们就是书中的男主和男二。什么孽缘？到底为什么追过来？总不能是让我和闺蜜还钱吧？是的。说话的人眼珠子都快粘在江野身上，我按捺住想要翻白眼的冲动。书里他怎么对闺蜜的我一清二楚，这样的男人就算现在表现得多热忱又怎么样，还能指望垃圾变成宝吗？2位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江野面带职业微笑，没什么情绪的看着面前2人。我和我朋友对慈善很感兴趣，来资助同心孤儿院。是吗？那可是真的太好了。江野脸上的笑容灿烂了几分，对我招手。念念，快去叫院长出来，有贵客到了。我茫然的点头，刚想去，院长就先一步出来了。许是在里面听到孩子们说我和江野回来了，特意出来接我们俩。我上前亲昵挽住院长的手，解释：院长妈妈，这2位说是过来资助孤儿院。哦，真的吗？院长脸上一闪而过惊讶，朝2位先生伸出手。2位真的愿意资助同心孤儿院吗？刚才和江野说话的男人上前握住院长的手，点头道：是的，院长，我们会资助同心孤儿院。不知道2位如何称呼？说话的男人顿了下，下意识看向江野。我叫傅晨舟。我也看向江野，他此刻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疏离又和蔼，让人挑不出毛病。突然间，我感觉我被一道视线锁定，随后就听见低沉带有磁性的声音：我叫苏之眼。闻言，我身体有些僵硬，心里猜测是一回事，真的听到他们承认又是一回事。可我知道，我应该像江野那样淡然，不能露出马脚。正在我还在想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时，院长妈妈出声了：念念、阿野，你们俩快去泡茶，送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和2位客人仔细聊一聊。好的。江野应了声，就拉着我朝屋里走了。苏之言本来是想跟上去的，却被傅晨舟拉住了手臂。他冲他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太过激动。看他们的表情，像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厨房里，我后怕的拍着胸口，如涸泽的鱼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我想说什么，但是江野眼神制止我，压低声音：隔墙有耳。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，乖巧的泡好茶就出去了。办公室里除了院长和男主男二，还多出来2个西装男人，分别站在苏之眼和傅晨舟身后。我想这2人应该分别是他们的助理或者司机。送了茶水，我和江野趁他们不注意离开了办公室。小花园里，我和他一人霸占了一个小秋千，看着孩子们玩。念念姐姐，阿野姐姐，你们不来和我们一起玩吗？正在和大家一起过家家的小梅扭头叫我们俩，我俩同时摇头。笑话，这个年纪再玩过家家会被耻笑死的。你们玩，我们看着就行。我笑着冲他们说了一句，回头又继续和江野聊天。江野蹙眉：明天晚上许之遥回国，我得去接他。啊，许之遥明天回国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许之遥是我和江野的高中同学，也是普通高中里唯一不嫌弃我俩是孤儿的一个男生。他的家里很有钱，但是他是个自闭症男孩，他不爱和人说话，甚至会刻意回避别人的目光。我和江野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只以为他是高冷，直到后来江野从一群校外混混手里救了被打劫的许之遥，他才开始偶尔和我们搭一眼。3年的相处，我们足以和于飞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虽然不至于说很多话，但是他起码不排斥我们。江野跟许之遥的关系更近一点，他说许之遥不是天生有病，而是很小的时候经历绑架落下的毛病。高中毕业后，许之遥就出国治病去了。江野若是不提及，我都快忘了这个腼腆的男孩，距离他出国已经8年了吧。阿野还记着他。好啊，那你明天你去接机，以后有机会你再带着许之遥和我一起吃个便饭。他点头同意了。我不知道许之遥在他心里是什么地位，但是我知道不清许之遥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可世界外面的人看不到他的好，众人只会嫌弃他胆小，嫌弃他自卑内向，可阿野能看到他所有的闪光之处，这也是我很爱江野的地方。我俩正说着话，院长带着苏之眼和傅晨舟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径直走向我俩。阿野、念念，这2位老板说对你们一见如故，想邀请你们一起吃个饭。
我从院长妈妈眼底看到了为难，院长妈妈就是这样，无论遭受多大的压力，都不会为难家里的孩子们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们何其有幸，在院长妈妈的养育下长大，是红旗下的接班人，从未长歪。院长妈妈，我和阿野这几天暂时没有时间。我的话一出，我就看见院长松了口气，随后一脸歉意地看向两人。对不起啊，两位先生，我家念念和阿野最近又要忙工作，还要照顾生病的弟弟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。我以为他们两人会生气，但实际上并没有。苏之言面无表情的脸上在看向我时像冰雪融化般露出笑意。那我能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本来想说不能，但是他的下一句话直接堵住我还没说出口的回答。以后若是公司还有资助什么的，我可以第一时间想到同心孤儿院。我是个土人，哪怕银行账户躺着1亿，还是拒绝不了这样的要求。公共资助能第一时间想到同心孤儿院，这条件我无法拒绝。我给他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。先生若是日后还有资助，还麻烦第一时间考虑我们孤儿院。自然呢。苏之眼对着我笑，这笑容和蔼如春风。起码在书中的那3年，我只见过他对女主这么笑过。想到曾经，我的眸色不禁暗淡一分。不懂他那么爱女主，又为了什么要跟来我的世界呢？等您空了，我还想请小姐赏脸和我一起吃个饭。他说。我笑着，笑意不达眼底，点头应下。空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空，但起码不是现在。傅晨舟如法炮制，想留江野的联系方式，被江野拒绝了。邵先生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不方便加陌生男人的联系方式。我看见傅晨舟的脸色变了，有些难看，也不敢置信，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正常，淡淡点头应下。那好，那有机会我们以后见。院长去送人，我和江野还坐在秋千上，小孩子们围过来，巴巴问他：阿野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啊？我们都不知道。阿野姐姐的男朋友帅吗？能带回来让我们看看吗？阿野姐姐的男朋友对你好吗？不好，我们不同意的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个个都跟小大人似的。我站在一边好笑，他哪里有男朋友？江野和自己一样，都是万年单身狗，唯一的恋爱，怕也是穿书后的那次，用着纸片人的身体，跟纸片人谈着恋爱。姐姐没有，姐姐骗他们的。江野得意洋洋地跟大家分享心得。以后女孩子们遇见这种目的不纯的男人，一定不能轻易被骗哦。阿野姐姐，你这算不算撒谎？小梅抬头，一脸认真地问他。江野思考几秒后，点头，是撒谎。虽然撒谎不对，但是姐姐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，不撒谎的话会被坏人抓走，所以姐姐才骗他们的。哇，阿野姐姐好聪明，他们好坏的。跟院长妈妈说不要让他们来了。念念姐姐好笨的哦，竟然还被骗了联系方式，扎心了，老铁。那念念姐姐会被坏人抓走吗？不会的，虽然你们的念念姐姐笨，但是阿野姐姐我聪明啊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我面上笑嘻嘻，心里 MMP， 有必要为了树立你的人设，对我踩一捧一吗？我咬牙切齿，压低声音凑在江野耳边，他冲我眨巴眨巴眼睛，浑不在意。院长回来后，见我们跟孩子们玩得正疯，也没有说什么了。他知道这2个男人是为何而来，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，他不能过多干预人生路上的选择题，他们只能凭借自己认真做完每一道。从孤儿院离开，回到租住的房子，已经晚上11点了。匆匆忙忙的一天又过去了，我捧着热水杯在窗口站了一会儿。夜晚的玻璃有些反景，将屋内的情景照在窗玻璃上，不见黑夜外的场景，离得近了，倒是能看清玻璃外错落骄纵的万家灯火。我拉上窗帘，放下水杯，回房间休息，一夜好梦。第2天中午，我带着许多玩具和新衣服到医院去看望生病的孤儿小圆。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看着我的苏之眼。我想了想，冲他礼貌点了点头，随后越过他离开，而他从身后拉住了我的胳膊。念念，我们谈谈。我抿了抿唇，沉默良久。好。医院外的一家咖啡厅，我和他面对面而坐，他没有率先开口，我便安安静静喝着咖啡。最后还是他先忍不住出声：念念，我知道你记得我，你是故意这样对我的吗？我还是沉默，我不知道这时候我应该回答他什么话。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了。要怎么做你才愿意重新给我一次机会？没有机会了，我在心里想，原主早已经死了，谁给过他机会？他又做错了什么？他只是爱上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已，可是他却什么坏事都没做。我轻轻放下咖啡，紧抿着红唇，沉默了好久好久。谢先生，人生没有后悔药，也没有能试错的机会。即使你们是主角，即使天道给你们机会来到我的世界攻略我，那又如何？我宁愿死亡，都不愿和你在一起。谢先生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喜欢你的人也从来不是我。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喜欢的是原主还是变成原主后的我，但是我却是真的没有喜欢过他。或许有依赖，或许有亲情，但之间没有爱情。我看到他整个人的气质都颓靡下来，似有似无萦绕着一股丧气。我还想说什么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甩开脑海里纷乱的思绪，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江野焦急的声音：念念，你快来警局接我，傅晨舟那狗东西发疯把许之遥打了。我一惊，赶忙起身拿起包包。对不起，谢先生，我还有事。
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吧。他伸手抓住我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不悦地皱眉，从他手掌中挣脱。不麻烦了，我会打车。这都多少年了，手机上随便都能打车，还用专车接送吗？我几乎是飞奔到江野说的警局。接到江野和许之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送他和许之遥回家。他因为在剧组工作，所以租的房子离剧组比较近，离市区比较远。江野扶着许之遥，我直接输入他的房门密码。把他放哪儿？我一开门就赶紧帮他们拿出拖鞋，辅助他们换上，把他丢侧卧。侧卧里，许之遥半坐半躺在床上，她本身穿着白色卫衣，搭配了一条黑色裤子，不知道哪里的留下的血迹将她的白色衬衣晕染成了白雪红梅。我走近才看清她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紫，惨不忍睹。你们怎么去了警局？江野此时正拿着煮熟的鸡蛋给许之遥敷脸，闻言怒气一上头，手上忍不住重了几分，疼得许之遥倒吸一口凉气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的手上立马松了力气，你自己拿着敷。我看见许之遥眼神哀怨，好像在控诉江野的话。在他手抬起的片刻，我才发现他的手背指关节上全是血痕，狰狞又张扬。他应该是手疼，拿不住鸡蛋吧？我忍不住说了一嘴。江野瞪他一眼，该话是这么说着，但他还是拿过鸡蛋给他揉脸。念念，你去柜子里把药箱取过来，给他处理一下伤口。哦，好。我轻车熟路从电视柜下翻出药箱，拿进房间给许之遥上药，从手开始将他的手清理干净。我才发现他身上的伤口很严重，皱着眉头不解。这么严重，怎么不带他去医院？江野摇头，他不想去。我了然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怕是他的病并没有完全好吧。我看了眼许之遥，他的视线要么落在虚空，要么落在江野身上。我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我沉默地给他上药，江野一边给他消肿，一边怒气冲冲地吐槽。傅晨舟那个狗东西，见我和许之遥在一品轩吃饭，冲进来就是对他一顿揍。谁给他脸？他是不是觉得这世界没法律，他天下无敌了？我反手就报警，把他送进警局了。狗东西，想屁吃，真以为自己只手遮天。我小心翼翼去了眼他的神色，又默默低下头，怕殃及池鱼。江野的脾气暴躁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。穿书3年，简直委屈他了。明明对天对地对空气的人设，偏偏成了最安静文雅的江家千金。但是许之遥和我不一样，他有胆，他敢和江野对视。于是接下来他就迎来了江野狂风暴雨般的责骂。许之遥，你也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的不行，敢和人家1.9米的大高个对打？哟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没发现你居然这么能，把人家打出血了，开心了吧？警局一日游，开心了吧？你要是不还手，我一定让傅晨舟那个狗东西在里面待上几天几夜。我听着他的吐槽，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。不得不说，姐妹也是个牛皮哄哄的存在。虽然我不知道傅晨舟和苏之衍在这个世界的身份，但从他们开的车我知道，和书里的身份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存在。姐们像是弼马温那泼猴子大闹天空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江野的声音冷了一分，我心里还在庆幸，还好没跟他对视。你看许之遥现在可惨了吧？结果下一秒就听见他叫我全名。苏念啊！我猛地抬头，对上他探究的视线，才明白过来，他问的人是我。我尴尬一笑，没有不说话，我在听你说。听我这么说，他的脸色好了不少。我把许之遥手上的伤处理好了后，交给他药箱。你给他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吧，衣服上那么多血，也不知道脸上到底伤哪儿了。他奇怪地看我一眼，又看了眼许之遥，挑眉。他脸上除了被打的淤青，没别的伤。我一愣，那他衣服上的血哪里来的？他轻嗤一声，滚动鸡蛋的手又重了几分。许之遥，念念问你，你身上的血哪里来的？咬牙切齿的模样让我看了直打寒战。我看了眼许之遥，他动了动嘴角，冲他扯出了令人心酸又无辜的笑容。别人的这个别人不用他说清楚我都知道。傅晨舟的血，我啊了一声，看向许之遥的视线重新带上了打量和考究。现在的许之遥和8年前青涩的少年完全不一样，不但五官完全长开，身形挺拔，身高也拔高了不少，往那一站，妥妥的白马王子。他现在比以前要好上不少，虽然不频繁躲避别人的视线，但还是沉默寡言。他现在这么暴力吗？能把人打出血？我这句是问的江野，但许之遥也知道我说的是他，回头瞪我一眼，又可怜巴巴地看向江野。江野毫不心软，冷哼一声：“你还瞪念念？怎么觉得他的话不对？你是对的了？”江野这神情我熟，我敢保证，如果许之遥现在敢回答他是对的，这句话他活不过今晚了。他猛摇头，忍着疼磕绊开口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，你不喜欢，我以后都不这么做了。”好奶，好可爱，嗨嗨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趁着两人不注意，悄咪咪扭头出去了，把空间留给他们。我用手臂撑着阳台栏杆，从这里能看见远处的影视城，对岸灯火通明。我安安静静站了会儿，没几分钟，江野就从房间里出来，站在我旁边，点燃一支烟夹在指尖，雾气从他嘴唇的细缝里流泻出来，娉娉袅袅，模糊他的面容。你不是戒烟了吗？从初中起，江野就学会了抽烟。高中的时候，他知道许之遥不喜欢烟味，就戒了烟。包括在书中的3年，我也没见他抽过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整来的香烟。就一口，
说着，他便灭了烟，将手中的残枝从阳台弹了出去。太烦了。他说他的心烦我看在眼里，能猜到原因，但也不是很肯定。怎么啦？我问他，他看我一眼，抖了抖身上的烟味，又撑着栏杆眺望远处。苏之眼没来找你？找了。什么时候？我想了一下，如实回答：昨天晚上医院外，还有今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和他正坐在咖啡厅。医院？他想起什么？是去看小圆。我点头。小圆没事吧？他问我，有时候还真佩服江野的脑洞和跳跃能力，这么快就能跳到另一个话题上。好笑的扬起笑容。没事，我跟他的主治大夫交流过了，半个月后就可以手术。他眉梢一挑，看我。钱的事，我跟院长说了，我中了100万，除去交税，剩下的钱刚好够给小袁交手术费。他了然，点了点头，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和小袁说，你过2日就去看他。顿了顿，又补充了句，他说他很想你。我的声音有些低有些轻，混在黑暗的风里，眨眼间就吹散。但我知道他听清了，小袁在江里心里的分量更甚于我，又或者说，孤儿院的每一个人都在他心里占了很重的分量。他是重情的人，我不一样，我偏于薄情。除了他，任何人在我心里很少能占上半分位置，我记在心里了。等许之遥好点就去。他说，我们彼此之间沉默一会，话题又扯回了苏之眼和傅晨舟。这几天傅晨舟派人跟踪我，我都知道，许是因为他是摸爬滚打长大的缘故，对周围的环境感知力更强一些。我不一样，我是在他的保护下长大，很是愚钝。然后呢？我问。许之遥回国的事，他应该知道，但他可能不知道许之遥是谁。估计昨天见我接机，今天陪他吃饭，陪他玩，生气了吧？应该是吃醋。我帮他纠正，无所谓。他眨了眨眼，望着深空。对我而言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江野如果说不重要，那一定是不重要。他就是这样敢爱敢恨的性格，我曾经无比羡慕这样他，现在为什么不羡慕？突然发现，任何人走不进我的心里也挺好的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手肘落在栏杆上，手掌撑着脸颊，喃喃自问：想让我们重新喜欢上他们，重新接受他们。他说。我沉默了一瞬，忽地亮着眼睛问他：阿野，你会喜欢傅晨舟吗？不会。他说得很肯定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没必要抢在一起。我能模仿别人的心态，假装喜欢他，但是不爱就是不爱，即使他追过来，我还是不爱。我笑了，我也是。我转了个身，将后背靠在栏杆上，目光落在屋内，视线划过一片裤脚，眼底闪过一抹狡黠。许之遥呢？许之遥与你到底是什么存在？我看见话音刚落的瞬间，墙角里的那片裤脚像是赋予了生命般僵在那里。许之遥啊，许之遥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。江野望着夜晚的霓虹灯，愣了很久都没有回答我的话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极低极轻的声音被夜风传来：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怎样的不一样，但是我想时间会解释给我看。我笑了笑，站直身体。我觉得有必要抽个时间跟那2个人说清楚。他认同的点头。一味的逃避并不是什么好选择。很晚了，我该回家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我站在原地，等那片裤脚消失后，才迈着步子往屋里走。客厅里，我拿上自己的包，跟2人道别后就离开了。楼下，我望着灯火明亮的窗户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7天的假期很快过去，复工这天，我准时到达公司。同事对我莫名请了几天假表示了关切，问我有没有事，我一一回复没什么，家里的事已经处理好了，回来正常上班。闻言，大家也就没有再问了，转移话题。你不知道你不在的那几天，老板的眼神就像要吃人。对啊，你那几天还好不在，那几天老板急着冲业绩，每天都跟点了炮仗似的。我笑着吃着带来公司的早餐，安安静静听他们吐槽。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广告公司，刚成立几年，在行业内算不上最突出，但名声也不错。公司人不多，加上我也就30来个，1个老板，2个主管，3个组长，其他剩下的都是和我一样的小打工人。嘘，都小声点，今天老板已经来了啊！众人瞬间降低声音。今天他怎么来这么早？对啊，平常不都是晚我们10几分钟才到吗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好开心。我笑呵呵听着，没有搭话。我放假的时候被老板叫来加班做合同，好像是我们公司有新股东入股，还是个大股东。这是我没想到的，这家广告公司是独资的小企业，没想到会有股东愿意入股。正当我想得起劲的时候，老板带着一个我最不想看见的人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我一愣，僵在原地。苏之言怎么在这里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谢先生，大家欢迎。老板话落，所有人站起身鼓掌，我呆呆愣愣的起身，随大流鼓掌，心里却无比震惊。我在苏之言身后看见了一个西装精英男，应该是他的秘书，全程都是秘书在跟老板交流，而他的目光锁定在我什么？众人也发现了，议论声丝丝响起。新股东在看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不会在看我吧？好恐怖。你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你有什么用？那看什么？他视线这个方向，除了我们2个，就只有念念了。
看念念，不会吧？你看念念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跟人家不熟了。那他看什么？得，话题又绕回来了。眼睛有问题。我站在他们身后，听着他们对新大 boss 的议论，由衷感到佩服。当着新股东的面都敢这么议论，可想而知，若是股东不在，他们得沸沸成什么样子。光想想我都觉得好笑。苏之眼怕也是从来没有听见手下的人这么说过他吧？3000块的工资，打工人的怨气能不重吗？我低头笑了笑，笑容还没来得及绽放，就被老板的叫声定在了嘴角。苏念，跟我来趟办公室。好在办公室里只有我们2人，苏之眼应该还有别的行程，和助理先走了。家里的事儿都处理完了。老板开门见山，我想到前段时间跟他扯得慌，赶忙点了点头。跟人事补了假条了吗？我摇头，今天刚来上班，还没来得及。他顿了一秒，话锋一转，你看啊，现在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。我之前想着上个月扣你全勤就好了，但是现在没办法了，奖金也得扣。不是，老板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老板，你……念念啊，我知道你心有不满，但是我也没办法了。现在公司赚钱，我也只能拿到一半。再说了，之前的事是你不对在先，按理说奖金是应该扣完的。奸商，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门口敲门声响起，唰的起身，走向门口，亲自开门。是谢先生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扭头看去，是苏之眼的特助，他一身灰色西装站在那里，身材挺拔，很吸引眼球。没什么大事，谢先生说，还希望你不要为难苏念小姐。说完他就走了，独留老板一人风中凌乱。他木呆呆转身，关上门，眼神试探地看向我。你跟谢先生很熟？完全不认识。沉默1秒，我忽然开口，只是扣上个月的全勤和奖金是吧？老板猛地皱眉，我再想想。有什么可想的？现在不树立威严，以后怎么管理公司，我就按照你的话去跟人事说啦，顺便补假条。你不等老板的话说完，我就已经打开门走了，心里蕴着一股怒气。如果不是苏之眼，我还能跟老板掰扯，起码保留1半的奖金。他这样一弄，我什么都不好说了，气得牙疼。人事看见我怒气冲冲而来的样子，脸色一僵，咋了这是？我来补假条。老板说扣我上个月的奖金和全勤。人事的小姑娘松了口气，翻出一张假条递给我，填吧。补完假条，我怒气冲冲回到工位，就收到人事那边全员发的周6团建的事。一时间，周围哀声载道。我看着群里的消息，也跟着皱了皱眉。跟江野约定好的周6和他、许之遥一起吃饭的计划泡汤了。我含泪编辑了一条消息给他：亲爱的阿野，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那周8皮老板周6团建，我跟你吃不成饭了。你工作啥时候从双休换成单休了？我有苦说不出。周6的时候，我按照老板发的消息，早早就等在公司楼下。楼下不见往常的破旧大巴车，而是停着一辆豪华双层大巴车。老板，公司赚大钱了。有人调侃他，怎么舍得给我租这么豪华的大车了呢？我什么时候小气过？老板不服的辩解，等着众人排队上车，才在车上弱弱的解释了一句：这是股东出的钱。